男生在吗？给你看张照片。你刚刚在看哪里？有女孩子在吗？给你看张照片啊。你刚刚在看哪里？ See， 这就是本能。为什么男生和女生都很注重外表，尤其是男生特别注重某几个部位？哎呀，你知道的呀。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男女择偶策略上的不同之处。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呢，其实就是男人是以生育为目的的短期策略，而女人是以生存为目的的长期策略。我们先来说说男生，为什么说男人的策略是一个短期策略呢？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捕获一只雌性；第二步，拖到洞里去；第三步，生猴子。好累啊。好的，任务完成。传递基因这个终极目的会驱使他们在异性的很多行为上都和性选择有关系。比如当你给男生看一张女生的照片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注意某几个特定的部位，脸、胸和腰臀，而女生往往会觉得这样的男生好肤浅。我在这里科普一下，男生如此关注女生的外形是非常科学的一件事情，因为就靠这1-2秒钟的目光扫视，甚至可以不需要跟女生交谈，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并且最精准的信息传递给大脑，告诉这个男生这个女生是不是健康，她适不适合生育。比方说有较好的皮肤，有光泽的头发，都可以代表身体的营养状态很好，不会有内分泌失调。而男性偏爱圆润的脸型，其实是代表雌激素水平更高，他的性格更温顺。而越男性化的脸代表雄性激素可能更高，男生是看不懂那种脸的。我刚刚是不是忘记说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就是那个部位啊，男生永远都注意那个部位啊，3个字啊，腰臀比呀。有统计，全世界的男性都偏爱一种腰臀比，就是 0.7，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的特点就是腹部的脂肪比较少，而臀部和大腿的脂肪比较多。从医学研究上来说，腰臀比越低的女性雌激素越高，她们确实更适合生育；而腰臀比越大的女性，她们更难怀孕。而对男生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年龄。如果你让一个男生想象一下他理想中的配偶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女生大多会是20多岁左右的样子，不太可能会是30多岁、40多岁，甚至是50多岁的女性的样子。那不就是我妈这个年纪吗？哇，想象不出来啊！而20多岁确实也是女生最适合生育的年纪。现代社会呢，男生不会像女生那样在意对方是不是收入比自己高，因为和外貌和年龄相比，这些都是其次。相信我，今天如果没有婚姻法，没有金钱和社会的压力，没有一个男人会自愿的一生只待在一个女人的身边，他们一定会放飞自我，而且能撒多远撒多远。因为对他们来说，为生育付出的代价可能就那么1秒，损失一点蛋白质，仅此而已，和女人相比完全不值一提。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我们再来说说女生，为什么说对女性来说这是一个关乎于生存的长期策略呢？首先，女生对外形和男生一样也是有自己的要求的，女孩子普遍会喜欢身材比较高大、比较健硕的男性，因为体力好嘛。还有女生对气味和声音比男生更敏感，女人对费洛蒙的感知是男生的上千倍，所以能潜意识的感觉到男生费洛蒙对他们的吸引，并产生性的欲望。先生，你用的是什么香水？比方说男士香水中有一种成分叫做2氢茉莉酮酸甲酯，它可以刺激女性大脑中负责性激素释放的区域，所以喷香水的男生对于女生来说确实是会有性吸引力的。此时此刻真的很适合加广告。所以男孩子们，如果你做不到香香的，至少你不要臭臭的。而低沉的声音也意味着睾丸酮水平更高，可能拥有更好的基因和繁殖能力。C 和男生一样，这些都是出于基因优选的目的。直到这里，男生跟女生的差别还是不大的。可是如果所有的女性都严格按照优选基因的方法来匹配对象的话，为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可以看得到短、矮小或者外形条件不是特别好的男生也可以找到配偶呢？我先举个例子，图片上的这2个男生呢，如果你跟女生说这2个里面哪一个你更希望他可以当你男朋友，我相信答案一定很明确。但是如果我问他们，这2个男生当中，你认为哪一个更适合做你现实生活当中的老公？一个意味着安全，而一个意味着高风险。所以在选择老公这件事情上，女性是非常务实的。所以你别看现在很多女孩子每天叫这个老公叫那个老公，当她们真的找老公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长得比一个安全。对于男生外在的不足，女生会给男生很多的补充机制，而相反，对于男生来说，生育这件事情如果有缺陷的话，是很难用其他事情去补充的。因为女性在生产和哺育上付出的代价真的是要远高于男性，他们往往面临着极高的风险。而在远古时期，如果一个男性吝啬与雌性分享食物，
或者完全就是一个播种机器，或者攻击性很强。这样的男性基因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女性选择后淘汰掉，而更愿意主动协助女性哺育后代的男性的基因更容易被保留下来，即便他们没有高大的身材、短、矮小也没有关系。比起这种外在的条件，女性最关注的一点，你能不能持续性的为这个女生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换在现代的话，也就是钱，还有持续的关心和照顾。所以说时长很重要吗？你们男生不是很爱比时长的吗？怎么到这里就不比了呢？讲到这里，虽然今天男生女生对外形的偏好都越来越多元化，而除了对外形的偏好之外呢，智力和情商也是越来越多人注重的因素。可是，一切都是为了侧面的证明你是不是拥有更好的基因，并且能够让后代更好的生存下去。而这些刻在基因里面的男女择偶策略，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OK，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喜欢我的话，一定要记得点关注，然后投币、点赞和收藏。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我们下次再见，拜。